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之前从第14集开始，我们聊了人工智能的算法，到今天已经有21集了。经过21集，我们基本上把神经网络的基础知识都介绍完毕了。不过这些知识点都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每集之中，很难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为了弥补这个缺点，我们就用今天这一集和一个例子来把之前所有的知识点都串起来。讲到哪个知识点，如果您不是很了解的话，可以翻阅之前的视频。主播保证这一集里面是没有新的概念的。当然和之前一样，本集着重的是解释概念和整个过程，并不给出所有的代码和公式。本集的任务是训练一个神经网络，让它可以识别 Phashing MNIST 的图片。Phashing MNIST 可以提供7万张图片，其中训练集有6万张，测试集有1万张。这7万张图片有10个标签，分别是0 T-shirt 1 trouser 裤子2 pullover 套衫3 dress 裙子4 coat 外套5 sandal 凉鞋6 shirt 衬衣7 sneaker 运动鞋8 bag 包9 ankle boot 裸靴。如大家所见，每个图片里只有一个物体，因此任何一张图片只能是这10种分类中的一种，所以我们采用读热编码。一张裙子的图片就会被标记为0001000000，所有全部10个类别的读热编码标签就如同屏幕上的表格所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神经网络的输出就应该对应这10个非此即彼的编码。这样的话，我们就采用 Softmax 作为输出层，来计算每个图片对应每个标签的概率。10个标签就需要10个概率值，10个概率值就需要来自最后一个隐藏层的10个数字。这样最后一个隐藏层神经元的个数也就确定了，是10个。另一方面 Phashing MNIST 每张图片都是28×28像素大小的黑白灰度图片，灰度值是从0到255，也就是说每张图片有28×28等于784个输入，这样输入层就有784个输入值。这样这个神经网络的输入层、输出层以及最后一层的隐藏层就确定了。那么我们怎么让这784个输入最后缩成10个呢？我们再加2个隐藏层，也就是第一隐藏层和第二隐藏层。我们让第一隐藏层有50个神经元，第二隐藏层有100个神经元，这样我们神经网络的结构也就完成了。它看上去就是这样的。输入层输入784个，第一隐藏层50个神经元，第二隐藏层100个神经元，第三隐藏层10个神经元，最后由 Softmax 层输出对应标签的概率值。那神经网络中的神经元我们用什么激活函数呢？考虑到我们的网络并不大也不深，不需要很多的算力，以及 Tangent H 函数更好的对称性，所以我们就选用 Tangent H 作为网络中所有神经元的激活函数。然后我们就要为优化这个网络提供一个优化器了，也就是指定一个学习方法，或者称为训练方法。我们在第29集有介绍过， Adam 方法是一个收敛更快、更加稳定的方法，我们可以直接指定 Adam 方法作为我们的优化器。但是为了更好的解释之前学习的内容，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就还是使用随机梯度下降法 SGD。 在使用随机梯度下降法的时候，自然就会用到误差的反向传播以及梯度的计算。对于损失函数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更加通用的交叉商函数作为我们的损失函数。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交叉商函数的公式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到第24集再看一下。OK，
那我们开始训练神经网络了吗？哦，还不能完全开始。开始之前，我们还有3件事情需要做一下。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把输入的数据做一下 normalization 归一化。我们知道 FashionMNIST 图片的像素灰度是在0和255之间。首先，我们就需要把在这个区间的输入变成一个以0为中心、以1为方差的数据集。这一步呢，其实在我们下载 FashionMNIST 图片数据的时候，通过下载的时候的参数设置，直接就可以实现了。至于归一化的好处，大家可以参阅第31集。第二件事情，因为这个网络是一个全新的网络，我们对可能的网络权重分布其实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在训练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初始化网络上的权重。初始化的方法在第30集有详细的介绍。因为我们选用的是 tangent 和 h 作为激活函数，所以我们应该选择 Cassavia 初始化方法。第3件事情就是确定超参的值，在这里主要是学习率 eta 以及权重衰减系数 lambda。为了找到合适的超参，我们就需要从训练集6万张图片中抽取 20%， 也就是 1.2 万张作为验证集，专门用来寻找合适的学习率和权重衰减系数。我们这里验证超参的方法就采用随机搜索法。具体如何确定学习率和权重衰减系数的最优值，大家可以参见第34集超参的验证。OK， 干完这3件事情，我们就可以训练神经网络了。为了防止过拟合，这次的训练需要加上权重衰减的正则项。这里我们可以使用 L2 正则化，也就是在损失函数之后加入网络中所有权重的平方和，再乘以权重衰减系数。具体的做法和数学公式可以在第32集过拟合和正则化一集中找到。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 dropout 方法来防止过拟合，但是为了和本集确定超参时的内容保持一致，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就不使用 dropout 方法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动训练了，也就是用随机梯度下降法来不断的更新网络权重和偏置，直到损失函数加 L2 正则项之和越来越小，小到不能再小为止。整个训练的过程就是随机梯度下降法的过程，在第26集中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内容。这里单单就本集中的例子做一些过程性的概念性的阐述。好，步骤1，我们从6万个训练数据中随机的选取一部分图片，比如125个，组成 mini patch， 作为一个批次的数据一起输入给神经网络。步骤2，按照上一次迭代后遗留下来的输入层到第一隐藏层的网络权重，计算第一隐藏层的激活值输出。显然，每个神经元有一个激活值输出，分别给到第2个隐藏层的100个神经元。对于一个批次的数据，每个神经元输出的激活值都会有125个，也就是一个批次的大小。然后我们对这125个激活值做 normalization， 也就是归一化。第一隐藏层有50个神经元，也就是要做50次归一化。步骤3，第一隐藏层的激活值归一化以后，输入第2隐藏层，按照上一次迭代以后遗留下来的第一隐藏层到第2隐藏层的网络权重，计算第2隐藏层的激活值输出。对应本批次125个样本的输入，第2隐藏层每个神经元也会有125个激活值的输出。然后对这125个激活值做 normalization， 也就是归一化。第2个隐藏层有100个神经元，也就是要做100次归一化。步骤4，第2隐藏层的激活值归一化以后，输入第3隐藏层，计算以后发送给输出层，也就是 softmax 层，
计算每个样本对应各个标签的概率。显然，一组输出是10个概率，一个批次一共有125组输出。步骤5，依据步骤4中本批次125组的输出，分别计算损失函数和 L2 正则项之和的值，然后对这125个值求和或者求平均。步骤6，求损失函数和 L2 正则项之和对所有权重的梯度。当然，求梯度的过程就会自然的用到反向传播法。步骤7，将参数沿梯度方向进行微小的更新，也就是学习那个公式。步骤8，重复1到7步，直到损失函数和 L2 正则项之和的值达到最小。多次迭代以后，这个值也不再进一步缩小，我们就停止更新。上面这些步骤走一遍1到7步就是一次迭代，可以看到一次迭代就是更新一次权重，在整个训练的过程中完全便利一次训练集。在这个例子里就是那6万张图片，我们就称之为一个 ABOCH。 注意这里不要和迭代搞混了，一个 ABOCH 会包含很多次的迭代，一般情况下一个好的神经网络模型往往需要好几个 ABOCH 才能训练好。另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步骤2、步骤3用到的方法就是我们在第31集中介绍的 Batch Normalization。 OK， 到这里一个能识别10种衣帽包包的神经网络模型就训练好了，也就是模型的训练阶段就完成了。之后就进入了模型的测试阶段。在测试阶段，我们会把测试集中的1万张图片输入给刚才训练好的网络，看看它的正确率和在训练集上的表现是不是类似，来判断模型有没有过拟合，模型的泛化能力如何。这个时候我们在第28集中各种衡量指标就用得上了，比如准确率 accuracy、 精确率 precision、 召回率 recall、 F1 值、 F1 score、 ROC 曲线和 AUC 值等等。使用这些指标来全面对比模型在训练集以及测试集上的性能差异，分析这些差异的来源，如果有必要还要重新调整模型的超参、迭代次数，甚至可能需要重新训练，甚至设计新的神经网络结构等等。最终我们要获得一个各个性能指标下都非常优异、泛化能力也很强的模型。模型测试完以后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可以针对完全未知的全新的单个粒子来预测它的种类。这个阶段我们就称之为推理阶段。以上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神经网络训练、测试、推理的演绎了。这其中基本上把我们之前所讲述的所有的概念都用了一遍。希望通过这一集的讲解，大家会有一个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当然，这个例子使用的依然是前馈神经网络，这个网络也是迄今为止我们讲过的唯一的一个网络结构。之后我们会为大家大致按时间顺序和复杂程度一一介绍市面上的主流神经网络和架构，还请大家关注，顺手点个赞吧。如果有问题、有疑问，或者要纠正主播的错误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那么我们下期再会。